大家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在 TVBS 的未来银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回馈活动。是的，只要通过意志的考验呢，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喽。今天主题是第一桶金怎么赚，他们来教你。欢迎5位来宾。欢迎5位。哇，第一桶金以前都是100万嘛，现在不是吗？现在通膨哦，哦，通膨之后应该1000万吧。一辈子都存不到了，好害怕。好，第一桶金应该有稍微涨一点，200万要吧？应该要到变200。首先介绍张旭兰，你好。嗨，大家好。是房仲集团对中心的执行长。是的。那本身在台湾大学念 IEMBA。是 IEMBA。对。创业创新在职专班。那接下来介绍罗继夫，你好。主持人好，乡里好。他本身是财经节目的主持人，然后是台科大的管理硕士。是的，也是基金 ETF 的，应该做长期投资啊。对啊，像我们是新鲜人，有时候刚出社会也没多少钱，该怎么办？我觉得没多少钱，但是你要一开始就要先要有我要存钱，我要赚钱的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啊，反正我赚不了那么多钱，我就不存钱。如果你只有概念的话，对不起，你就永远一辈子都存不了钱。我觉得我的概念就是你每个月存1000块也是钱，存2000块也是钱，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这样子。所以我鼓励大家，每个月领到薪水之后，不是先要把它花掉，而是呢你要先留一笔钱下来。这笔钱就是我刚刚讲，可能刚出社会的人钱不多，你一个月先存个1000块、2000块、3000块，对，先把这钱存下来，其他再拿去花，而不是说花完之后还说，哎，我没有钱可以存了。对，接下来赵婷，你好。赵婷，两位好。还曾经任过证券公司的营业员哦，每天看人家交易到几亿这样，会不会自己心动啊？有啊，那时候心动啊，所以那时候用融资。后来发现说年纪大了以后要懂得开源节流，所以呢开源跟节流很重要。那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节流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住套房，你可以跟朋友住雅房，或者是说呢你可能有这个办健身房的什么每个月要很多钱的。那你其实就在健身房可以洗澡运动完，你就是回家住雅房就好了嘛，没有办法不用住那么么好的房子，就是慢慢要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再开源，这样子很快就会滚出100万。动力很重要。对，接着宇安你好。销售第一购物专家。宇安的动力从很多年前就开始有动力。是这购物台，它现在已经是对吧天后级的了。没有，已经是老屁股了。不过说真的，我觉得给新鲜人一个建议就是你要认清楚你的命是什么。不是，悲伤了吧？因为像我就知道我只能做正财的运，因为我所有像我是因为疫情的时间才去接触股票，我以前是完全不懂，真的吗？我那个时候才开户，你就知道我多晚。但是呢，我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股票市场之后，我就发觉我是个反指标，我买什么跌什么，我卖掉它就会涨起来，所以我就知道我没有那个命，然后我也不懂得怎么做功课，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不要跟着潮流说，哎呀，好像大家都进去了，好像我一定也要跟着进去。其实每一个人的命不一样。像我，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把自己的本位的工作做好，然后老板给你机会，其实你就有加薪的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累积金钱的方式。来，接下来介绍的是雷老板。雷老板好，他是全台最年轻的投顾董事长。你是董事长哦，雷董。很年轻的，看起来很年轻。投顾很难做吧？这个大家基金要放你这边钱，让你来做运用，就我们要更加努力。对。然后我们这一边呢，就是我今天来是主要是宣传我的新书，也是有关的。好，那这本书呢，我主要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呢，因为如同刚刚讲的，2020年之后，很多新鲜人他开始进入这一行，开始投入股票。对，那大家都疯狂的去开户。可是我觉得经历过2022年股票的崩盘之后，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刚来这一行的时候，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下档风险。这一本书波段的纪律，这个波段的意思就是希望说，在每一家公司的业绩正要起涨的时候，你可以去抓到这一间公司起涨的时候股价的波段的涨幅。所以说呢，波段不是说抱得越久越好，而是这一家公司开始要转机的时候，你就要从一些财务指标，或者是说从一些市场上的趋势去找它。谢谢，来欢迎5位，欢迎未来，欢迎我们银行顾问，一起来欢迎现任财经新闻主播朱思翰主播，你好。主播好，大家好。进行第一回合竭力夺金。
协力夺金，由我们乡里来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大家要团队合作，把奖金堆高。每一题轮流主答，每一题有90秒的讨论时间，越快取得共识，奖金会越高，不然它就会一直往下掉哦。是，旭然为第一题，来，请出题。形容通过短期吃货买卖股票来实现快速获利的投资者，在财经术语中会称它为什么 ？A. 驴鼠投资者 B. 雄鹿投资者 C. 猎豹投资者。请作答。哇，全部 C 啊，那就不用讨论了，还讨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么旭然讨论来开始。你不觉得？其实有一个作者，财经界很有名的人，他就用猎豹当做他的那个名称。对，大家知道为什么用猎豹？因为他就觉得他是投资中的佼佼者。哦，要快就是猎豹，应该是最快的吧？对，那我觉得无悬念了，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C。对，9085，猎豹投资者对或错？可惜答错了，这个答案是 B， 雄鹿投资者。全部共估哎。其实这个是因为这个是以前有一个英国作家在形容交易员们，重点是们哦，因为 IPO 的时候大家就像最近有抽签嘛，但是一堆人想要冲进去，你豹是自己一个人行动的啊，如果它是一群，就是很热的时候，大家很灵活的一起昂扬的进场，然后呢大家一起跑掉。对，所以说他就是用这个雄鹿的方式来形容、来描述这样一个状态。那个驴鼠的话，就是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驴鼠会跳来自杀，会一个接一个，这是散户们有没有？那个地方很好，赶快过去，然后呢就一个一个跳下去了。所以驴鼠投资者是不好的。那猎豹的话，我是没有听过这个啦。因为猎豹呢是工作人员掰的。猎豹没有钱。那第二题，罗继夫，请出题。绿色投资是近年热门的财经话题之一，请问绿色投资是什么意思 ？A. 成长性高的投资 B. 保守低风险投资 C. 环保相关投资。请作答。全部都是选 C， 大家没有别的答案了。来，请开始讨论。讨论一下，答错。计时开始。好，其实绿色就是环保的意思。不过我想，赵婷常常访问来宾，一定有一定的看法。环保啊，就是 ESG， 现在很流行嘛。ESG 啦 ，ESG 就是绿色环保，对概念。对啊，因为人家讲绿领人才嘛，也是在讲环保相关的。对，好，所以大家都有共识，对不对？是的，是的。好，我们的答案就是 C。好，以致环保相关投资对或错？恭喜答对。基本上呢，听到绿色 green， 它就一定是跟环保相关的，所以有那种 eco investing 或是 green investment， 就是你在投资的选择的时候，你把环境的议题列入考虑，所以你可以考虑啊，像 ESG 的基金啊，或是有一些公司呢，它主要是以再生能源为主力发展，像是太阳能啊、风力都可以考虑投资哦。接下来是赵婷来主导，请出题。南韩出现大量的躺平族，请问让南韩新鲜人躺平不找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A. 担心找不到理想工作 B. 从前找过但没找到 C. 缺乏教育与经验。请作答。我们台湾也蛮多躺平族的 A 2 B 蛮多的。终于不一样了。来，请讨论。我想问你，雷老板是 B 吗？你为什么会选 B 呢？我其实跟 A 蛮挣扎的，但是我现在有点想要改成 A。旭然呢？旭然跟我们不一样。我觉得 A 太合理了。就这么合理，需要问我们吗？可是那个是叫做，你觉得呢？袁？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会这样，就是他自己就给自己很多答案了，他根本不想去找，他就觉得他找不到。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要改，我们的答案是 A。好，担心找不到理想工作，对或错？恭喜答对，这题请我们的顾问。好了，其实呢，确实南韩大家知道竞争非常的激烈嘛，而且其实好像这种躺平族，大家会觉得说，是经济不好啊，大家才会不想要找工作，想要躺平啊，但其实不是哦，是因为
教育水准真的太高了，大家都念大学，大家都觉得说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然后韩国又是一个蛮两极化，在职业上面，就是大家都挤破头想要进三星啊这种大公司。所以说，当你不是进这种很领头的企业的时候，你的薪水可能就没有别人这么好。就觉得说，我明明其实也是念到这个地方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工作？最后就会说啊，那个就是我那些工作，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我没有办法找到理想的工作，然后就变成这些躺平族。其实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出去工作。是，那分享个数据哦，现在韩国躺平族多达44.3万人，这么多哇！等于说他不想找，他宁愿先躺着，看会不会有机会。好的，现在奖金是17248，接下来是宇安，请出题。个性也能够影响投资绩效，请问哪一种个性会显著影响人们的投资组合 ？A. 乐观进取 ，B. 责任感重 ，C. 神经质。请作答。有全部东西，这很团结。来，请开始讨论。讨论一下，我们都没有商量好。对啊，商量。姐夫，我觉得就是越神经质，他会越 care 他的投资组合的赚赔，所以他更会去想他要投资哪些标的。对，所以他比较谨慎啦。我觉得反正神经大条、乐观进取，他可能就随便投吧。对，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就答案一致喽。好，我们的答案是 D。选择是神经质，对或错？恭喜，答对啦！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你神经质比较严重的人呢，他觉得股市是一脸就常常很悲观的看他，那有时候一下觉得很乐观，他一直在这种悲观乐观中，一直不断在调整自己的组合。哇，又加奖金到26068了。接下来第5题啦，雷老板当主答，来，请出题。无壳蜗牛永远的痛。根据网络大数据调查，租屋一族找房子最怕遇到什么 ？A. 闹鬼 B. 照片 C. 房东身家调查。什么叫照片？就是那个照片跟不真实，对，落差，照片修图啦，有没有？有时候女生修图，本人怎么这样？房子也有骗人的照片就对了。哦，好，来，请作答。好，1A 2B 2C。来，请讨论。好难哦。对啊，旭磊为什么会选 B 啊？因为闹鬼太不常见了嘛，那身家调查你不回他就好啦，所以我觉得照片其实真的比较普遍。可是你不是要现场看吗？对啊，你看到了，然后看了照片去，然后去到现场变成像鬼屋一样乱，你会觉得浪费时间啊。赵婷姐这边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不喜欢房东问东问西，他连爸妈问东问西，都很生气。所以房东如果身家调查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很麻烦。好像蛮有道理。因为而且房东很怕你无业啊，他到底要不要给你收房租？没有工作以后更可怕，他也怕你讲不开。你不要让时间1分1秒的过，你是主导的。是选呢？我觉得听起来好像 B 比较合理哦。对啊 ，B 和 C 怎么办？快点，快点，我要讲。你是主导，快点。那我们决定，我们答案是 B。这照片是跟那个不符合的，没错，或者说看很多家，对，或者说把光调得很亮，你就以为采光很好，就去乌漆嘛黑。用广角拍的那个房间好大。因为我自己以前在租的时候，就常常遇到这种照片，常被骗，对。所以你租房子也是怕这样哦。当然会，找房超级痛苦的。你在一些租房网站上找半天，一天看个5、6个，每一个都让你很失望。也有可能照片是很不好，到现场很好的。不可能，这个是微乎其微，太低了，不太可能。真的吗？你就想说照片跟你交友一样，你一定会拿出比较好的。而且马桶在阳台的那一间也租出去啊，最近。对啊。选择 B， 对或错？真的是。恭喜答对。切身经验，切身经验。我们说的是大数据，所以找房子一定会遇过哦，好像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事实很残酷。你去的时候缺这个缺那个，采光不好，跟照片都不一样。那凶宅呢？鬼屋那个是第2名啦，那第3名。凶宅鬼屋才第2名。会怕啊，或是隔音什么的，让你觉得实际生存环境很不舒服嘛，怪怪的。那第3个才是房东问东问西，其实都是前3名。现在就轮回到第6题了哈。是的。来，旭兰，来，请出题。日前，国内金控分享经济部报告，
请问台湾哪个夜市最赚钱？一年营业额曾高达109亿 ？A. 台北士林夜市 B. 台中逢甲夜市 C. 台南花园夜市。请作答。啊，1A 3B 1C。哇，这旭然选择的是，我选是因为我觉得他东西都卖很贵。请开始讨论。但雷老板呢？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因为我是台中人，对，然后逢甲现在都会封街，整个封起来，对，它区域非常大，它应该是3个夜市里面最大的。哦，购物天后，对，因为我也是台中人，所以我每次回去逛夜市，我都觉得怎么这么多人，好挤哦。到底你也，我不是台中人，但是我知道那附近有很多大学生，所以呢夜市应该是很好逛的。哦，所以听起来台中好像，我比较独特一点，只有选 C。我记得有一个报道说，台中逢甲夜市的很多商家在疫情之后其实都蛮惨的，房子都租不出去，店面都租不出去，反而是因为这几年很多人去台南观光旅游，所以我觉得台南花园夜市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但它是写层哦，曾经最高，曾经那我被骗了。好了，大数法则，我觉得我们的答案是 B。逢甲夜市，选择的是 B， 台中逢甲夜市，对我说。恭喜答对，这题要请我们的顾问。好了，逢甲夜市呢，确实是这个排行榜上的第1名，而第2名其实是台中的另外一个庙东夜市，士林排到第4名去了。对，但是因为其实台中的部分，可能第一个是因为它就是当地最大的夜市嘛，士林夜市分掉一些了，大夜市很多。那么另外，其实商圈的完整性，就是逢甲它其实也有大学城啊，然后它不只是吃的，它还有很多周边的住宿也好，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卖衣服的。而且呢，其实逢甲大学好像每年都会做一个调查，然后呢去看说，这个商圈有什么东西需要改进的然后去做调整。但确实如同刚刚那个基福哥所说的，这个它的业绩是在刚刚讲到的这个100多亿元，是在2014年的时候，后来疫情的时候啪掉下去，在2022年的时候只有大概不到50亿，但是呢，到2023年已经弹回到70亿了，那就希望它可以越来越好了。那夜市文化真的在台湾很猛烈哦。其实流动夜市全台有164个，然后加上一些大型的，这样全台湾总共超过300个夜市，这么多，很精彩。接下来奖金已经是累积4万元，很厉害这一组，4万多，很厉害吗？罗继富很厉害啊，继续，你们这样下去可能7、8万啊。加油！fighting！ 而且他们都没有别的答案，几乎都啪一个答案。对，果然，他们还花一点时间讨论了，给我们面子。对，要不然选的书都一样，还讨论个屁啊！对题率也超高的。对，罗继富来，请出题。弹出式广告真的好烦人，但当初发明的利益是良善的。请问当初是为什么而发明 ？A. 区分广告与主页面 B. 顾客容易买单 C. 病毒不易入侵电脑。请作答。好，1A、1B、3C，请讨论开始。哎呦，好，这个我想问不一样答案了哈，雷老板，我对电脑比较不熟啦。对，就是他一开始说他发明的利益是良善的，感觉 B 这个 A 跟 B 都还不错，但是应该会有一点商业价值在里面，所以我的感受是他会选 B 这样。是，那旭然呢？你选 A 的原因？被他这样一讲，我其实心动。我刚刚也有在想 C 呀，因为良善嘛，对啊，然后有那个初衷目的，因为我觉得是。好，那我坚持好不好？好，少数服从多数。好，我们的答案是 C。病毒不易入侵电脑，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当初可能一定有想过说，技术上的问题，但我真的对电脑不懂，所以我觉得前面2个呢，其实不一定要用弹出式广告来设计，所以我觉得它的出现可能会跟技术有关，所以选 C。行长。这位电脑专家，不是啊？你觉得？我每次看新闻，根本还没看就已经电了，真的，眼睛又老化，看不到哪里要打叉。对，而且他那个
他有时候是骗你的，想把它移开，结果点进去了。那个叉很小，这个叉对啊，很小，就为了看这条新闻来来回回点了5次还是一样。而且因为你点过以后，他就会一直关键字再推给你这类东西，所以很烦。这个跟病毒不易入侵电脑有什么关系？没有当初啦，我这样看宁可让他病毒入侵，这样看。气坏了。看一则新闻有这么累吗？光哥别生气。选择 C， 病毒不易入侵电脑，对我错。答错了，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要区分广告跟主页面。对，谢谢大家。1990年那个时候呢，网络的广告其实本来是广告呢是嵌进我现在的正文里面，可有时候我的广告跟我的正文会有点好像很违和，怕影响那个本来在报道的事情或者本来要推销的品牌，所以呢之后就把他们2个分开，想说新开窗口可以分得清楚一点，是到了现在才被恶意滥用，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因为这样弹跳式而获取你的一些资讯嘛，有时候也不小心下载到恶意的软体，所以现在才是资安的隐忧，一开始其实不是这样设计。所以这题又没拿到，来加油了，赵婷，好，请出题。懒蚂蚁效应是指除了大多数勤奋的蚂蚁之外，还有少部分的懒蚂蚁。请问，懒蚂蚁是指哪种人 ？A. 装忙但其实没成效 ；B. 无事可做的冗员 ；C. 忙于动脑不做杂事。请作答。这还有懒蚂蚁。懒蚂蚁。4A 1B。没有成效，无事可做的冗员。请开始讨论。好的，那我们的天后宇安，好像只有我不一样，为什么会选？我也是在 A 跟 B 当中在选，然后呢，可是我就想说懒蚂蚁。最起码像 A， 我就觉得最起码他还有在动啊，他没有不动啊，所以我就觉得懒蚂蚁应该是什么都不做的，应该是 B。是，那姐夫呢？我们要快点讲。那个我们时间，我们刚是多数服从少数，现在要不要改一下策略？我觉得我们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的答案是 A。还是 A？ 对。就是装忙，但其实没有成效。对，因为我没有看到蚂蚁停过，我每次看到蚂蚁都在走来走去。他很忙，但他可能没搬东西。是装忙可能没搬东西。他因为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不是，蚂蚁是这样，蚂蚁你把那个线涂掉，对，它的味道的，它就跑气味那一条，中间就断掉了。对，所以你会看到到处乱窜的蚂蚁，它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是你这边搞他们来，害他们迷路，对吧？找不到味道。所以呢，他们选择装忙，但其实没有成效，对或错？答错了，这一题很特别，它的答案是 C， 忙于动脑不做杂事。其实呢，有一个效应叫做 lazy ant effect， 是由日本北海道他们做出的研究。你会发现企业中常会有一票人，他其实没有一直在做事的，可他常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做。他们就是呢，发现所有的蚂蚁应该大家都要很勤奋，可是其实有一票蚂蚁平常是不做事的，他就在那边待着。可是如果遇到了一些重大危机的时候，反而是这些本来没有在做事的蚂蚁会当领导，带着大家往外走。所以这群蚂蚁呢，负责动脑，重要时候才出现展现功能的，他们叫做企业里面的懒蚂蚁。所以这不是贬义的，不是贬义，等于是危机处理小组。对，重大的困难的时候，对，平常不动，需要我就跳出来，没错。但是他就可以找出端倪来。啊，那以后只要老板骂我们不做事，我们就说你懂个屁啊，我们是懒蚂蚁。对呀，我们以后就当懒蚂蚁。不要这样教，是懒蚂蚁。他说公司也没什么重大事，你懒什么懒啊？好，这题没有钱哦。来，宇安哦，请出题。你是低薪族吗？根据劳动部部长指出，薪水低于多少会被定义为低薪一族 ？A. 29000元 ，B. 31000元 ，C. 33000元。请作答。低于多少？3A 2B。这个答案不是越低就越好啊，它一定是有更低的，对不对？对。大家又说那这个有什么问题？29000一定不会错吧？没有啊，可能31000是低，也有可能33000是低的啊。对啊，现在的起薪好像也就是。请开始讨论。来，雷老板。我真的觉得29000好低哦，所以就希望设这一个，对，然后把底标提高。
29000很低。其实我有点想改3万1，因为我本来想说3万以下很低，但是因为32700是好像现在已经调到这边了，所以应该是比32700再低的，就是3万1。我觉得是 B 啦，我觉得是 B， 我改了。好，可是我之前看到一则新闻，他就说好像是就是要以3万做一个门槛，所以我才会选2万9。哦，也有可能哦。多久以前的？可是现在2万这几天，只是我没有很认真看，但是对。好了，那我们一样嘛，多数的，多数为准。我们的答案是 B。对，来，所以选择 B， 对或错？恭喜答对，这一题是我们的顾问。好了，其实呢，这一个标准它是真的有一个算法的哦，就是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OECD， 他们有一个标准说，你的一个国家它的中位数低于这个中位数的2/3的话，那么就是低薪。那么台湾的薪资中位数是大概4.6万左右，所以换算下来大概是3.1。但是很多人觉得说，年轻人，我出社会都没有3.1万啊，这个数字会不会就是莫名其妙就被归到低薪一族了？台湾大概有120万人左右。但是呢，后来劳动部有解释，他们说其实因为这个中位数的2/3这个标准哦，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啦，它没有说，因为有些国家给这个数字的时候是总薪资，有的时候是什么经常性薪资，有的人是把本国跟外籍劳工合在一起算，所以说接下来劳动部他们还会开一些所谓的行政会议，然后来做个调整。那他们现在目前的方向是希望说可以让这个公司的薪资结构更加透明化，然后让知道说公司赚多少钱，然后多少钱给员工，大家一起平衡，一起共好，这个才是解决低薪的方法啊。对啊，不然物价也提高，贷款也利息也高，怎么活啊？对啊，不要说结婚买房子，可能想都不要想，真的。对啊，哎，好了，现在是48000多了，最后一题了。来，这个最后一题第6万，请出题。全国大姓氏最多人就是陈。根据内政部统计，最多房地产的是什么姓氏 ？A. 郭 B. 王 C. 胡一定要答吧，请作答。好，不要自杀哦。好，全部 B。哇，这个有默契。请讨论。刚刚大家不是说要选胡吗？一定是胡嘛，但是我们还是选 B 嘛。心中有一个答案，心中有一个答案。那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直接来喽。我们的答案是 B。王。为什么不是郭台铭？王老先生有块地。是不是？王老先生有块地，哎，对哦，像丹林万田呐。对啊，为什么他不唱陈老先生有块地，对不对？可是人口多是陈林，但是房地产并没有选择他们。没错。哦，他们比较多 AI 吧。郭比较多 AI， 所以你们选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王了，感觉很多王。他算早期的大企业，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囤了很多地的那种。对啊，对。哦，这个不是单人呢，这个是说整体来讲姓王的，不能只想1、2个标的，我们都在想1、2个标的。姓胡的最穷了，不用再讲。多穷？很穷哦，穷爆了。对啊，来，请选择 B 王，对或错？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A 郭。其实台湾呢，姓最多的是陈，再来是林，再来是黄。可是如果讲到房子拥有房子的比例来讲的话，姓郭的有28%人都有房产，之后才是姓王跟姓杨的。所以如果要找看看有什么房子，虽然问你什么姓，然后就可以大概知道姓郭，哎呦，有可能有房子哦。我们5个都不姓郭，所以你们是无可蜗牛。今天的10题下来是48529，我们就统计为49000。接下来进行下一轮，只有1个人可以拿走这个奖金哦。哎，挑战了，不是拿走。来，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唯我独拿。唯我独拿，乡里请讲规则。这一回合呢，听题目抢答作答，答对的话就获得半张卡。那答对2题的话，就可以获得1张卡。这张卡就是淘汰卡，就要决定淘汰哪一个队友。但也有倒扣的哦，因为怕你们乱按。对，连续答错2题就淘汰，自己就淘汰了。自己淘汰自己。唯我
独拿第一题，请出题。买股票的时候买一张，请问会有几股？嘿，既然1000股。 1000股，对或错？啊，答对了。10张就是1万股。对，但是1到999股之间就是0股。对，好，有半张卡。半张卡。下面一题，请出题。一间公司可以留住员工，主要的原因是高额的薪水，还是感觉被需要？哎，到底感觉被需要，对或错？答对了，感觉被需要，应该是高额薪水。讲的这么美，我听过没跳江，哎，我请你看我有没有感觉嘞？没有，如果只是高额的薪水，可是你每天觉得好像都没有什么成长，然后做非常无聊的工作，可能他会选择另外一个高额的工作，然后又有被需要的感觉。所以高额的薪水不是唯一的要素。如果这个公司很需要你，没有你不行，然后肯定你的付出，可是员工会讲说，你既然这么需要我，也为公司付出，那个为什么我薪水都没有在涨？对啊，对啊，每一年都跟我讲共体时间。对啊，对啊，共体时间。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房屋买卖时，权状中非房屋实际使用坪数占总坪数的百分比称为什么？既然公设比。公设比对或错？这个他专长啊。答对了，淘汰卡。今天第一张，我突然有点害怕拿这张卡。这个公社比通常可以分为大公社、小公社2大类了。大公社指的是社区吧，对不对？对，像社区的公园啊，就是社区的中庭那些是要大家分的。那小公社呢，比较是特定的住户，比方说我这个的楼梯间这类的是小公社。可是现在豪宅很奇怪，它地本来很大嘛，对不对？可它盖的时候呢，这一半必须要去盖公园，对不对？可是这个也算是公社比在里面。是。不是，其实大家对于公社有点误会，就是真正大家会被算为公社呢，是要有顶盖的。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算，譬如说法定空地啊，那个是它跟政府之间的事情。对，那个不算，那个不在我们的公社比当中。可是现在都33%、35%，到底我的公社在哪里呀？40%。对，在哪里？所以举凡你譬如说你看到一些中庭花园啦，或者是一些游泳池这种的，它只要是没有顶盖的，不在室内的，其实都不算在公设比当中。啊，是这样子。现在就是很为难，有的旧建筑是因为他贪那个，过去我买的时候没有公设比啊，我为什么现在多跟公设比又变那么多？这么高？对，又在谈条件，说钉子户越来越多，就是这样。没错，我们学到了公设，但是还是想要知道你的淘汰的选择。来，请旭然好好想一下，你要淘汰谁？说出那句话。我们是好姐妹。我要淘汰的是。雷老板，为什么？得出我刚刚都没有答对。等一下，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淘汰雷老板？好突然，因为他就出书了，他不缺这49000啊，是不是？哦，你不是按照人家聪不聪明来这个淘汰，所以雷老板被淘汰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你没有发现我刚刚都打错吗？选我现在比较好说。对，谁叫你要出书？来，请到旁边坐。好，谢谢。你看，出书第一个输的就是他了。来，请出题。根据劳动部调查，台湾民众的退休中位数年纪是55岁还是64岁？旭然，64岁。对或错？对，答对了。其实呢，台湾呐，男性平均退休年龄是64.3岁，大家已经觉得说有点老，对不对？怎么可以早点休息？但是如果跟日本要一路工作到68.2岁，南韩要工作到65.7岁来说的话，其实呢，台湾的男性已经算退休的早了。那女性呢，差距更大。我们台湾女性呢，退休的年龄是61.4岁，日本的女性要到66.7岁才退休，南韩是快要65岁才能退休，所以我们已经算不错了。早退休的。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根据星座网站分析，12星座当中最会理财的是射手座还是处女座？请说，赵姐。处女座，因为我处女座。射手座哪会理财？你看，钱花都
你看我那个女儿就是射手座的，小珍吗？投资很多包啊，已经 double 了。对啊，你说很会理财，很会理财，买包也也是理财啊。他们喜欢玩，出国去旅游。对啊，又爱好自由。处女座一定是管钱的嘛，对不对？对啊，对我本来还在等说下一个答案会不会是金牛座？对，我还在等按金牛座。对，哎，对或错？处女座嘛。恭喜答对。对啊，一定是处女座嘛，对不对？恭喜你获得一张我一张了吗？是的。哦，那请赵婷，请好好考虑一下，你要淘汰谁？哎，我也是土象星座，我也是哎，我也土象哎。我要淘汰的是姐夫，对不起，我跟你认识那么久了，你为什么要淘汰继对，父？你为什么要淘汰我呢？因为我觉得好姐妹可以来比较一下，然后姐夫跟我很熟，所以我想他不会生我的气。你确定？你确定？他生气了，你生气了吗？金牛座很容易记仇的啊，没有啦。而且我觉得，因为他很聪明。可是你的策略很奇怪，居然还有半张卡呢。你的用卡完就没没有了。因为旭然刚刚没有淘汰我啊。哦，是一种报恩的概念。是，所以下一个就淘汰。旭然就很清楚了要淘汰谁了。于安流汗了，有一点。来，继父，谢谢。好，谢谢。剩下3个女豪杰了，现在有半张卡的就是旭然，请出题。购买金融商品有风险，请问风险比较高的是股票还是期货？来，期货输赢比较大了，对不对？我觉得输赢比较大。对，股票当然你也可以融资啊，做品种啊，但是我觉得期货是相较起来，期货是比较的话，对或错？对，恭喜答对。期货呢，如果跟股票来比的话，期货的交易成本比较低，但是它的财务杠杆也比较高，这些优势。当然呢，你会觉得赚钱赚得快，但是赔钱也很可怕，所以期货的风险是比股票高的哦。请出题。根据安联全球财富报告指出，2024年国人金融资产净值比较高的是日本还是台湾？赵婷，台湾，对或错？恭喜答对！其实全球财富报告出炉，2023呢，我们的人均金融资产其实净值高达将近15万欧元，我们是名列全球第5的哦。那前4名是谁呢？美国、瑞士、丹麦跟新加坡，所以我们在亚洲是排名第2，没想到吧？那我们觉得很厉害的日本，其实它在亚洲才排日本全球才排第12名，然后南韩前20名都没有。是不是我们护国神山特别多？对啊，是不是？护国群山，对，群山，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么的富有啊？到底这种有钱的感觉是什么？贫富差距蛮大。OK， 懂了，有了解了。哎，要给人家卡啦。好的，有连续2题呢。哇，谢谢。淘汰之 queen。对啊，你看，如果姐夫在的话，可能就是姐夫了，对，卡了。请淘汰。我要淘汰的是。旭然，这肯定不淘汰他，也算光荣啦。你愿意淘汰我？我如果不淘汰他的话，瓜哥可能会骂我了。因为你不淘汰他，他就有半张卡，你没有了。哦，对啊，他就接下来淘汰。你现在淘汰他，你们俩是一样的。对，被你淘汰是我的荣幸。来，请坐。这个回眸怎么有点恨意啊？完了，我得罪了好多人哦，今天。现在赵婷跟宇安呢？对，请出题。IQ 是智商 ，EQ 是情商，请问财务智商是？请说。FQ 对或错？恭喜答对 ，FQ 就是 financial F 的意思。对，财务管理。对，所以 financial 这个字跟财务的智商有人不懂理财，会懂理财就叫做 FQ。对，你的 FQ 很高。呀 ，Thank you。那有半张卡喽。哎呦，下面一题，请出题。终于。购买债券的风险较低，请问债券是个人还是公司发行？赵婷，公司啊，对或错？
对呀，恭喜答对。债券呢，就是政府机关也可以发债券，公司然后金融机构都可以发债券，而且他承诺说，债券到期之前呢，我定期都付给你，对利息，然后呢，到期之后奉还债券上面的金额，所以就可以把债券想成说，你借钱给公司，或是你借钱给国家，大部分都觉得喜欢债券，因为国家跟大公司是不会倒的嘛。好，哇，两个现在等于平手，旗鼓相当啊，都是半张卡。来，下面一题，请出题。酒精饮料中唯一的碱性饮料，少量饮用可以抗氧化，请问是威士忌还是红酒？赵婷。红酒，红酒对或错？恭喜答对。红酒里面呢有大量的多酚物质，叫做白藜芦醇，还有单宁哦。那这两个东西可以抗癌。那再来加上红葡萄酒，它的颜色呢是葡萄果皮的花青素。那花青素可以抗老化，所以适量的饮用红酒是有助健康的哦。他们不会适量的，你放心。1盒2瓶。恭喜赵婷获胜，49000块的挑战权属于你的，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我们赵婷，谢谢。这是提款卡49000块，来，请插卡。金库请打开，里面有49000块是您的奖金，但是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请出示密码。2道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50画的股市大涨，或是总笔画59画的看书来投资。股市大涨，举国欢腾啊！对呀，对，举国欢腾，掌声响起。哇，对啊，大富大贵，大富大贵，对，夜夜笙歌。哦，夜夜哦，都不会写了。会有花天酒地吗？有啊，以前股市台湾精英卡嘛的，都就下午做股票，晚上都是在跳舞啊，对不对？股市大涨，好事啊。对，看书投资呢？看书投资，按部就班喽。按部就班。对啊，教小白就是要按部就班看书，都还蛮多字的，都还蛮多。你会选择哪一个？通常是字多的反而比较简单啊。看书，什么？赵婷姐居然在分析我们的出题策略，因为我每集都有看。是有一个叫按图索骥，是不是有这？有按图索骥，是这4个字。意思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因为那个骥。先不能说出来，看书的技术分析呀，就看书来选理论啊。但是股市大涨可能会比较好吧？而且50画，对啊，好难选哦。我听瓜哥的，他说股市大涨比较好，那我就股市大涨能有几个字？举国欢腾呐，这个渤海腾欢呐，对啊，大富大贵啊，富富贵贵啊，谢天谢地啊，谢天谢地哦，对啊，来，请锁定股市大涨，股市大涨。等一下，你锁定了，没有选的看书投资啊，看书投资，投机投鸭，然后小孩子照书养，对，来，请看，按图索骥，可是很难呢，真的很难，我不会写，我一定写另外一个骥。你说寄望的寄，对不对？左骥，对，不会，对。计时是60秒，来，请出题。50画股市大涨，你的题目是趋之若鹜，简单的吧？可以吧？不简单，趋之若鹜，我来计时1分钟开始。落啊，就好像的意思。1、2、3、4、5、6、7、8、9、10、11。对。我真的不会耶。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对啊。要提示吗？先写错，再来提示哦。趋之若鹜，我应该写错了。42秒还是18秒？总共是50画嘛。那我们先看密码来，请17031108。对或错？错。铁定写错。那个物笔画太少。
来计时，对，还有这样18秒，计时开始。哎，也不是这个字哎，跟他有关，跟他有关的啦，你还少一个东西，好可惜哦。一群啊，一群什么？可惜啊！来比划，点进去。 20、31。它是用拼的啦。来，密码17031119。对或错？太可惜了。来，我们看正确解答，对不对？其实知是4画。哦，原来是如此啊！是哎，谢谢，拜拜。跟金库说拜拜。很接近了，我想说一群，那可惜。啊，趋之若鹜啊！对啊，比如说这个 Super Junior 见面会。 哦，所有的粉丝都趋之若鹜。哎，这个周杰伦开演唱会，大家们趋之若鹜，对不对？不管门票多贵都要去。这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